丧礼祭典再隆重，也不如为你找一佳丽赐婚，传宗接代，让你老父泉下宽怀。只是不知你心意，还惦记那个关外的女子吗？臣已将她放下，是吗？那发结也没留下吧？发结已弃，情义已逝。那如今可有意中人？一如当年，臣无心思虑男女之事。既然已弃旧情，何不另觅佳人？也许是臣肤浅，缘分一直未到。缘分未到，还是缘分早在，只是欺瞒偷窃？臣愚昧，不知陛下指的是……你腰间所系锦囊是皇后所送吧？是皇后体恤臣下。你与皇后关系向来亲厚，皇后体恤臣下，关顾后宫，春送脂粉，冬织裘衣。可她送你的锦囊，却有千千结。臣不明白，这千千结是指何物？就是皇后为最爱所做的信物。臣这锦囊里面装的是王父旧坟立碑之时，皇后替臣下所留下的坟头图。若你无千千结，为何方才见到朕，神情便恍惚紧张？真无愧于心吗？或是那千千结藏于别处？朕要找也是不难。陛下，启禀陛下，在庭院发现一个鬼鬼祟祟的女子，查问之下，竟是淮南叛王刘安的义女丽姬。走走！臣罪该万死。段大哥，对不起，我在里面听到皇上来了，害怕被发现会牵连到你，我一着急就躲在庭院。谁知道，我对不起你。大胆段宏，你竟敢私藏逃犯！段宏，你真是给朕出了一道难题啊！陛下，任何事都不许打扰。可是皇后在外求见。陛下圣安。臣妾听闻段大哥窝藏逃犯一事，不知朕正不知要如何处置他。朕下旨严办叛乱余党。那庄助不过收了刘安的礼，张汤奏请诛杀，朕也准了。可他竟敢把刘安义女藏于宫中，这是形同合谋造反。臣知罪。陛下，段大哥只身犯险，平息淮南叛乱，立下赫赫大功，他定不会谋反。朕知道他不会，朕也知道他功大。可是，你真自恃功绩，便为所欲为，以为朕真舍不得杀你吗？罪臣从未敢贪功，正因为自知私藏侵犯死罪一条，故先前陛下的封赏，亦不敢接受，也不敢负原旨。那段大哥当时不是因丧父而心有愤懑？臣公务在外，陛下没有及时通知，全是在情在理，臣怎会有愤懑？只因臣自知不止不孝，更是不忠，才愧不敢受。既知不忠，你还敢明知故犯？段大哥，你是否有什么隐情？你若有苦衷，不妨直言。陛下知道你忠义，若是情有可原，相信陛下也会酌情处理。起来说吧。谢陛下，谢皇后。丽姬本只是淮南王宫里一个歌姬下人，只因刘安以为她与臣投契，才收为义女，以拉拢臣。但你怎知，他不是刘安指使暗查你的？臣也曾怀疑，但若非丽姬以自身清白做掩护，
臣恐怕早已暴露身份，虎符也早已落在刘安父子手上，根本就不能将刘安一党尽灭。丽姬一个贫弱女子却舍身相救，臣岂能任她无辜背上叛党亲属之名而受株连？请陛下明鉴。既然如此，段大哥何苦犯险藏他，而不向陛下言明？请陛下公正查清，以还他清白。刘安死后，我本想放走丽姬，可陛下已下旨，扣查刘安一切亲属。臣眼见当地官吏不多审问，便直接用刑，怕丽姬屈打成招。臣也见情势危急，只好带丽姬回长安。本想禀报刘安之事后，再向陛下请罪。可陛下已下旨严惩，臣只好将丽姬安置在城中府里，不时给她置办日用之物，等待时机另谋计策，以保她安全。但臣终日惶恐，事件未揭。张汤果然在长安各家各户中搜查，甚至要搜查臣的府邸。臣不敢让丽姬走，更不敢让丽姬留在府里。所以段大哥就带他入宫，藏于卫所之内。这是唯一不会被搜查的地方。糊涂！就算朕信你，你又如何取信于群臣呢？你在淮南日久，是丽姬无辜而获救，还是你被女色所迷？说得清啊！臣该死，但丽姬对臣有救命之恩，臣就是死，恩不能不报。你就不怕被控，藏贼宫中，危及帝后安危？到时候就算你有千百颗头，也不够砍。臣愿领罪伏法，指望陛下饶丽姬一命。段大哥，你对丽姬处处维护，甚至以命相抵，你们之间是不是已生情愫？臣在淮南得丽姬相救，又得其照顾，虽然公务在身，但仍不禁情愫渐生。你保他时奋不顾身，说起他却吞吞吐吐。你与他是否已经越礼了？是。陛下，臣妾恳请陛下让他们二人成婚，这既是成全有情人，也让段大叔泉下有知，为儿子成家而宽慰，更随臣妾盼望段大哥缔结良缘的心愿，以谢段大叔当年赠食之恩，请陛下为段大哥与丽姬赐婚。朕本想厚赏功臣，将功劳归于其父，只为足偿段宏一半之功。如今有此利人，可谓忠臣之心。朕今就赐你二人成婚，丽姬既早已归降，自然无罪。张汤之流，若敢问根究底，叫他找朕便可。陛下英明，段大哥还不谢恩？谢陛下隆恩，谢陛下赐臣与丽姬成婚，谢皇后。陛下、皇后，皇子刚刚找皇后，等得累了睡着了。奴婢现在就送皇子回寝殿。不必了，就让他在这儿睡会儿吧。诺。下去吧。菊儿身上的是否就是芊芊结？是啊，菊儿喜欢就织了给他。陛下何以知道这芊芊结，还如此在意？朕只是听闻这种绳结是织给挚爱之人。原来子夫的挚爱是菊儿。菊儿当然是臣妾的心头肉，至亲至爱的人了。那朕……陛下是臣妾的夫君，亦是臣妾的天。不单是臣妾的挚爱，还是臣妾心中至尊至敬的人。
朕之前确实忧心了一阵子。听去病跟朕说，你之前一直在编签签节，又听菊儿说是给最爱的人，朕以为不久就会收到，谁知盼来盼去，却盼来了菊儿学诗的书剑和子夫的停果羹。这么说，那是臣妾怠慢陛下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朕今晚就留在交房殿，你好好的补偿朕吧。一切尽随夫君心意。送给你。还惦记那关外女子吗？那发结也没留下。缘分未到，还是缘分早在，只是欺瞒偷窃？段大哥，多谢大哥救命之恩。我不过是尽人力罢了。天意总让人措手不及，真不知是我救了你，还是你救了我。当然是大哥救了我，多亏大哥掩护我离开淮南，带我入长安，甚至藏身于宫中，不然我早就没命了。奴婢本以为前途多舛，就算保住残命，亦得漂泊一生。大哥舍身相护，又得皇上赐婚，真是因祸得福。我这辈子也做不上这等好梦。妹妹，别这么说。刚才情形危急，我才不得已对皇上说，与你已经越离，实在辱及你的清白，十分惭愧。既是形势危急，奴婢又怎么会介怀呢？大哥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就算以身报恩，奴婢也愿意。更何况，妹妹，我过去不曾越礼，以后亦会守礼相待。李姬，我明白，奴婢地下出身，实在是……这与你出身无关，也不是你不好。你是个可爱可敬的好女子，只是我自己不知好歹，有些事情早该放手，心却放不下。不是，是丽姬福分未到。大哥放心，你我既有夫妻之名，丽姬必会在人前配合，以此名分世人。而其他，丽姬不强求。妹妹明白，断红感激。大哥别这么说，苍天有情，让丽姬遇见大哥，已经。期望苍天继续眷顾丽姬，让大哥有朝一日放开心怀，接受奴婢。
叫。叫。段大哥身边，终于有了心仪之人相伴。段大叔九泉之下，定会为你高兴的。还是要多谢皇后。若非皇后及时解围，臣和丽姬恐怕早已获罪。段大哥为护丽姬，不惜一人承担罪责。陛下心明眼亮，自是知道大哥的心意。我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。丽姬啊，其实我真该向你道歉呐。啊？当年我误以为段大人和嘉儿有缘，硬生生要撮合他们，差点啊，段大人就成了我们家的子婿呢。母亲，喜娘，这么久的事情你还拿来笑话，该罚。不提了。现在嘉儿与卫青间谍情深，大家一直担心会孤寂终老的段大人又抱得美人归。你们各自都有好的归宿，别管我以前乱作媒，我自罚一杯。该罚的应该是我。这些年来让大家操心了，段宏在此喝下这杯，就算对大家的谢礼，亦是赔罪了。那段大哥以后更要爱妻护家，不要叫大家担心才是。大嫂，这店里的都是你的家人，你不用拘谨，自自在在就好。谢皇后，我本是一名小歌姬，后来成了钦犯，几乎连性命都不保。但皇后是我唯一家人，还可以在此与你们同席，又得到大家的祝福，我真是有你在段大哥身边照顾他，是我们应该感激你才是。皇后请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段大哥。还叫段大哥呢，该改口叫夫君了。段大哥，你我从小相识，长大后又有缘重聚，共同经历无数风雨。现在你终于佳偶天成，觅得良人，子夫实在高兴。子夫在此祝你们生死契阔，永结同心。段大哥，我封后时，段大哥亲力亲为，劳心操办。这次段大哥取得佳人，婚事就交给子夫张罗好了。岂敢劳皇后操办婚礼？而且我们都孤身无亲，现在与大家聚一聚，再去父亲坟前祭拜一下，就足够了。段大哥一向不喜繁荣，那就免去繁琐，一切从简，办得温馨一点吧。实在不必。我已向皇上请告，与立即回乡祭祖，3日之后就启程。这么急？婚姻大事，实在应该祭告先祖。那就祝福大哥与大嫂，此去一切顺利。谢皇后。谢皇后。皇后，请看，给红儿做的。这个是做给大皇子的。玛瑙珠可福佑平安，挡灾避邪。臣妾想给2个皇子都做一串配饰，可以凝神护身。做得很精巧，他们俩一定会喜欢的。等另一串也做好了，再亲自一起送给2个皇子，这样才能做到公道不偏。难得你想得如此周全，那本宫以后就多带巨儿来看弟弟，让他们多相处。弟弟，你看这个好看吗？大皇子饿不饿？王夫人准备了小点，奴婢去拿给你。好。生了红儿，才知道做母亲实在不容易。臣妾真要多多向皇后请教育儿之礼，让红儿长大后
也像大皇子般伶俐懂事。妹妹不必太过担心，我看红儿很乖，甚少哭闹。但他要是闹起来，我整夜抱着他，他才肯睡。我的手臂麻了都不敢动呢，生怕把他吵醒了，他又闹。臣妾最听不得我的红儿哭了，她一哭，我的心都碎了。这一说起来，我又想她了，不知道这会儿是不是又哭着闹着要找母亲呢？那我们去看看。嗯。快传御医！诺，你为何要打弟弟？母后，你怎么能忍心打自己的亲弟弟？无缘无故，何以闹成皇子受伤这种事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如母，你说。奴婢该死。当时奴婢与巧巧去拿食物给二位皇子，谁知回来听到二皇子在哭，我们进去一看，就发现二皇子的额头上有伤，而什么？而大皇子手里的摇骨上有血。陛下，臣妾没有冤枉大皇子。巧巧，如母所言是否属实？你无需顾忌，看到什么就说什么，知无不言就好。诺，确如乳母所言，但奴婢并未亲眼看见大皇子打二皇子。那寝殿里还有别人吗？当时确实只有2位皇子在场，而且染血摇骨也却在大皇子手中。菊儿一向温顺，怎会发生今日这种事？你常说菊儿熟读圣贤，这是兄弟既息，何乐且战吗？菊儿幼萌不识人事，今日之事，皆因臣妾治家不严，教子无方，求陛下责罚。责罚你，菊儿就会长进吗？他小小年纪就残害兄弟，长大了岂不……如今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臣妾也无话可说。臣妾只求陛下保重龙体，切勿动怒。幸好御医医治及时，红儿的额头不会留下伤疤。可怜红儿，一定疼痛难当。我的红儿，小小年纪就受这般折磨。臣妾倒希望大皇子打的是臣妾。菊儿所作所为有违孝悌，背弃人伦，实在可恶，绝不能纵容。他人在何处？臣妾已罚他在传德殿静思己过。高祖闻治天下，孝闻亲尝汤药。薄太后御下有方，窦太后匡扶幼主，王太后慈爱敬长。这传德殿中，铭刻的是功德，传承的是仁义孝亲之情。今日你就在此好好反省，想想先人教导，想想自己错在哪里。若是想出来，便跪下向先祖认错。虽说刘据受罚了，但看着妹妹伤心欲绝，想起自己一直瞒着她，我就……不，万万不可心软。王燕不比你，她什么都藏不住。若是知道了真相，燕能成大事。这个我自然清楚。你放心，我会一直狠心的瞒下去。你要她真情流露，现在她那爱子之情，皇上看着就动容。你妹妹最大的本领，就是凄楚可怜的样子，能抓住军心，把皇后母子推进火坑，那才是好事。这个算是做到了。现在皇上对皇后还有那大皇子大动肝火，说要严惩。你这招
确实奏效。知道刘据要来看弟弟，你要我事先藏在妹妹寝宫的屏风后面等待，等乳母和巧巧出去了，我就有机会下手了。哼，一切有如天助，那刘据果然跑开了，我马上就从屏风后面出来，拿起摇鼓，狠狠地打红儿的额头，然后马上躲起来。看到刘据拿起那摇鼓，我就知道他自投罗网了。可是我却笑不出来。该笑不笑，怎成大事？这下所有的人都以为刘据生性顽劣，残暴凶狠。如此于你，与你妹妹，还有那小儿，都是天大的喜事。我知道是喜事，可是红儿，她毕竟是我的生儿啊！一出母胎我就照顾着，听到她哭的都喘不上气来，我这……哎，荣华富贵，你要不要？那就别再说这些丧志之话。过些时日，我再给你们使一个此消彼长之法，到时候你妹妹和那生儿的权势富贵都会此消彼长。但是要切记，一定要狠，而且王爷绝对不能知道真相，只有假戏真做，才可以让庶子成龙。参见母后。你为何不跪？母后，你说要我想想自己错在哪里，若是想出来，便跪下向先祖认错。但儿臣没有错，找不到跪的理由。那你跟母后说，你认为自己无错的理由。儿臣喜欢弟弟，看到弟弟哭，便拿摇鼓来逗弟弟笑，却看到弟弟额上流血了。儿臣不明白，更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母后和其他人都骂儿臣？母后，儿臣这里好疼。什么？你奉了巨儿？是。来，把草药包好，拿去给王夫人。嘱咐夫人，要按照太医令的处方敷在红儿的伤口上。诺。巨儿承认伤了红儿，有悔过吗？没有。那你怎可放他？皇后不是说过，要巨儿静思己过吗？臣妾确实说过，但是回想起来，该要思过的不是巨儿，而是臣妾自己。你即使再自责教子无方，又有何用？现在该做的事，就是教好儿子，要让儿子明白孝悌之道。臣妾之过，不在于教子无方。臣妾身为后宫之首，没有照顾好两位皇子，是臣妾之过；没有查明事情始末，就莫名处罚巨儿，是错上加错。作为母亲，没有体察儿子的心情，没有细听他的冤屈，没有信任他，更是大错特错。皇后言下之意，难道是王夫人使计伤害自己的孩子，在污蔑巨儿？臣妾并无此意。臣妾只是不想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，就定论是巨儿之错。当日寝殿并无他人，巨儿手执染血摇鼓，这是你自己的侍女巧巧的供词，难道还不算凭据？王夫人入宫3年，素性怯懦单纯，不懂撒谎。朕单凭她一个眼神，就知道她的心思。她最近憔悴难过，全是真情真意，怎么可能伤害骨肉来诬陷巨儿？陛下，臣妾从未怀疑过王夫人，
母子连心，王夫人难过是假办不了的。何况哪里有母亲会忍心向亲生骨肉下毒手，事后还能振振有词？既然如此，王夫人冤枉巨儿就更说不过去了。皇后对巨儿不处不罚，就不怕落下护子徇私之名吗？王夫人入宫3年，陛下已体察入微，知她孰真孰假。可臣妾与巨儿7年母子，巨儿的品性，臣妾更是了解。巨儿一向爱护弟弟，怎么可能忍心去伤害他？陛下，臣妾看到巨儿一脸的无助，哪像是不知悔改，惧怕责罚而撒谎强辩。巨儿一向稳重，朕也不愿相信是他所为。可人证物证皆指向他，叫朕如何不信？陛下，可知道巨儿在传德殿对臣妾说过什么？巨儿按住胸前，说她真的好疼。疼？巨儿也受伤了？巨儿说的是她心疼。她说见到弟弟受伤流血，她心疼；见到母后为他忧心难过，她心疼。可是她最心疼的是一向疼爱她的父皇，竟然不相信她。巨儿问臣妾：“父皇是不是真的相信他会伤害弟弟？你真的相信你这个儿子会忍心伤害弟弟吗？”红儿的伤势应该已无大碍了吧？多谢皇后关心，御医的药很是神妙，红儿的伤就快全好了。那本宫就放心了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，拜见父皇。平身吧。谢父皇下。看见红儿大好，朕就放心了。红儿无碍，全托陛下洪福。如今四海升平，国运昌隆，我大汉子民安居乐业，如日方升。朕深知眼前这盛世来之不易，更要居安思危。故朕今日有一事宣布：现在淮南叛党已除，为故社稷，稳人心，是时候立皇太子。当年高祖皇帝定我大汉江山，何其威武！持剑安邦，实为汉室子孙恪守之志向。汉室后继之人，更应该坚贞卫道。一如朕这削铁如泥的宝剑，为国为民而坚勇无匹，这剑，朕今日就赐予二皇子刘弘。谢陛下，臣妾代红儿谢陛下隆恩。免礼了。希望红儿长大以后，可用此至强利剑，相助兄长，安邦定国，兴我大汉。菊儿，父皇立你为太子，你可有信心担此名威啊？谢父皇，孩儿定不负重托，勤学礼法典章，苦练骑射武艺，承袭父皇英明伟略，大汉安民定邦，
真是知礼得体。好，起来。谢父皇。谢陛下对巨儿的信任。朕此举又何止是信任巨儿？贺喜皇后，皇后教子有方，贺喜大皇子，愿大皇子立德，议会社稷。谢王夫人，巨儿今后也会同样保护弟弟，照顾弟弟。来民，臣在。着太史令拟旨，立嫡长子刘据为太子。朕要昭告朝臣百姓，列祖宗亲，皇儿刘据聪明果敢，心正向善，足称大统。现立为太子，以固汉室之根基，延绵大汉之昌盛。姐姐但说无妨，那就请陛下恕平阳直言了。母后离世，长秋殿这里本该冷落凋零，可是无论我何时到来，母后寝室总是鲜花不绝，而且这里所有的摆设都被打扫得一尘不染，还有殿里所有熏炉，里面全都是母后生前最喜欢的檀香。弟弟可知这份心意是何人的？当然是皇后的心意。王夫人爱君爱子是小爱，皇后心怀母后，待你我行孝，爱君而及君之所爱，是为大爱。传立太子，按礼法，当然应是皇后所出的嫡子。何况一如父皇遗训，能否兄勇弟恭，在于其母贤德。请陛下无需过虑，早确立人选，便早安定人心，免去不必要的争端。姐姐观人愚微，分析入情入理，毫无偏颇，心思比朕透彻。为大汉社稷，为母后，为我们姐弟亲情，臣只是以陛下为先，什么误会嫌隙都不可以掩没你我手足之情。叫！我走了之后，你和嘉儿又生了2个儿子，又当了大将军，我应该连敬你3杯啊！哎，这3杯我不喝，你自己喝。哈哈哈，舅父说的对，姨母的巨儿被立为太子，我又被封为冠军侯，这些喜事啊，你可要一一的向我们敬酒道贺啊！好了好了，大家就是合起伙来要灌醉你，看你怎么挡回去。哎，何用挡啊？反正高兴，我今天晚上就打算一醉方休。哎呀，我离开这么多年，见到那些贫困的百姓们逐渐生活富裕起来，我也正想开开心心的喝上一杯呢。这都是多亏皇上推行种种新政，筹集军粮之余，
还休养生息，保障百姓生活。这些，也是段大哥四处奔走推动的成果。百姓安居乐业，才能合全民之力与外敌一决胜负。那你应该日日带兵操练，随时候命了。这场大战，近在眉睫吧？现在只待皇上一声令下，即可披甲，决战漠北，换我大汉长久安宁。只是这次战事非同小可呀，若是有丝毫的闪失，我呸！说这种丧气话。哈哈哈，易大叔你多虑了。我们屯兵储粮，养兵练马，军力更胜从前。况且有我率万骑轻骑做先锋，又有舅父统领调度，哼，一定将外敌杀个片甲不留。我看你啊，真是想明日就上战场啊！放心，快了。易大叔，我有一样东西想要送给你，想必你一定喜欢。打算等你回来就送给你。稍等片刻啊。啊，好。我看你这小子等打仗都等得心慌了，到时候记得带只双峰骆驼回来，我很想骑一骑啊。双峰骆驼你也懂？我懂得可多了，西域还有梭梭树，上结肉松茸，既可强身健体，还可以治内伤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真好，你们一碰面就吵，这里热闹多了。母亲，3个孩子已经睡下了，卫青呢？他说有礼物送给我，进去拿了。一定是前2年啊，他给你买的星象图。哎呀，昨天收拾书房的时候，我给收起来了，我现在去看一看。啊，好。双峰骆驼你懂？你骑过骆驼，我还骑过白虎呢。真的吗？怎么了？和易大叔喝多了？来人！来人！不行，我得去请义工。不要去，此事不能够外扬。为什么？大敌当前，出征在即。此仗筹划多时，非打不可，也非胜不可。我的状况，若是皇上知道了，为保此战胜算，我会阵前易帅。才是祸悔，是一定要易帅。以你现在的身子，不留下来好好调养，难道还想挂帅出征？只有建功立业，才能保住我大将军之位。也正因我位高权重，才能保姐姐，还有那处立为太子的巨儿。皇上用人为才，这是无可厚非。但是朝廷后宫总会潜藏豺狼虎豹，恩宠权位一朝变异，谁能预计后果如何呀？你是顾虑周全，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佳儿，难道你身子抱恙已久？你只是一直隐瞒着我？我知道你怕我担心，我不怪你隐瞒。但是你现在这个状况，怎谈建功立业？去兵骁勇善战，由他挂帅，一样可以立战功，保皇后，助太子。去兵用兵布阵，确有天分，但毕竟太年轻了。
我担心他大战轻敌，犯下兵家大忌。这只是你的猜测而已。去病年少气盛，却手握兵权。除了我如今以舅父和大将军的身份压他，军中再无人可以制衡他。如若他决策失误，或是遇上了不服命的老将，这后果不堪设想。情势如此，我不能不去呀。可我担心你。不用担心，能打此仗，已经使我精神百倍，重新抖擞。我虽6次胜敌，但那敌人死而不降，重返边境，此战足可让我大汉子民长久太平。试问，有几人可以7次胜敌，更能根除后患？所以，我要打嘉儿，我想打。你真能撑得住吗？我只是偶感风寒，才旧病复发，只要多加调理，我一定会没事的。可是你此事我必替我隐瞒，这个秘密谁都不能透露，尤其是不能让我姐姐知道。当年卫青出征，掳得外敌兵刃，朕让人钻研，以其炒钢冶金之术，炼出冰铁，铸成这2把无坚不摧的宝剑。卫青，臣在。朕名此剑为天上，赐之于你，委以重托。愿你此去挥剑屠狼，尽灭外敌。谢陛下。取兵，臣在。此剑，朕明之为标影，愿你所向披靡，亦如电光。敌人还未及反应，已死于这剑下。谢陛下，臣定会再斩敌1000万，要外敌闻我汉军而哭嚎，从此再不敢踏足漠南。说得好。此次远征漠北，是最后一战。上次，朕赐府于你，可记得你拒绝时说了什么？边关未静，无以为家。朕已命人为你兴建新府，此战归来，即可入住。谢陛下，臣定以此剑进边关，让外敌从此绝迹，以报陛下隆恩。果然是好剑。舅父，我们不如在御前切磋试剑，以谢圣恩。好提议。朕正想看看朕的左膀右臂如何虎虎生威，让外敌闻风丧胆。舅父可别小觑我，我既为将军，最近又辛勤锻炼，你恐怕未必胜得了去病。来吧，别小觑他，尽力点。朕就是想看看你挫他那锐气。舅父，看招！大将军，陛下圣安。
朕正要看卫青与去病比剑，不想皇后和大将军夫人就来了。昨晚大将军挑灯钻研行军布阵之法，通宵达旦，今早就入宫了，还未尽早膳，所以沈家就带着肉汤和小点入宫，臣妾也备了些小吃，陛下也尝尝。卫青啊，难得你夫人如此贤惠体恤，你要庆幸欣慰，好好珍惜。谢陛下夸奖。沈家，刚才你扬声失仪，是怕卫青彻夜未睡，比试伤身吗？是。你宽心吧，卫青驰骋沙场，浴血杀敌，日夜兼程，少睡一觉，少吃一餐，根本视若寻常，不碍事的。沈家知道，让陛下见笑了。沈家准备了一些暖胃醒神的小点，不知陛下可否赏脸品尝？舅母啊，陛下刚刚御赐一把新剑，难得今日我与舅父可以切磋剑法，不如我们先试剑，然后再尝那些汤羹小吃。汤凉了就不好喝了。说得对，臣妾做的蒸饼也不能放。去病，你不是说过最爱吃姨母做的蒸饼吗？你还要吃吗？要吃，当然要吃啊！那就请陛下恕臣妾打扰之罪，不要枉费臣妾一个早上的心血。好，卫青晚些还要去马场清点战马，那就改日再试剑吧。诺。谢陛下。舅母，有没有酒啊？舅父与我灌以酒送蒸饼啊。你想酒想疯了？你姨母舅母是来送早膳的，喝什么酒啊？啊！卫青刚出宫去马场，你就眉心紧蹙，是太离不开夫君，还是替他担心呀？没什么，只是一大早就出来，现在有点挂念3个孩子了。但我恐怕还得要你多挂念一会儿。今天见你做的肉骨汤，大家都喜欢，想让你教教我，这样卫青和去病出征之前，我也做给他们尝尝。我还想在汤中加点花，你帮我选。配花？同样的汤，我总不能照搬你的手艺啊，总得想点新意出来。我这有2种上好的入馔用花，合欢花安神解郁，而这红花散瘀止痛。那就红花吧。卫青不太喜欢合欢花。无论何时何事，你都顾念着卫青，体贴关怀。我只是什么都不懂的小草，不像姐姐知书达理，才智俱备，可以为夫君分忧。我能做的，只是照顾好府中上下，照顾好他的起居饮食。但连这点小事，我做的都不够好。你已做得很好，你为卫青所做的一切，不论是我还是卫青，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谢谢你看顾着我的弟弟，卫青能有你这个好妻子，是他的福气。夫人，回来了。有劳夫人了。夫君的妾室已经整理妥当，一切里衣外衫、起居物品都已备好了。那这是？我在整理自己的东西。我要随军出征。你说什么？我要随军出征。佳儿，战场凶险，出征打仗不是儿戏，那岂能说去就去的？既说战场凶险，你带伤上阵，就不凶险吗？我之前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吗？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的苦衷呢？我理解，佳儿知道，此战夫君必定要去。你是为了姐姐，为了太子，为了天下百姓，为了一生抱负而战。
嘉儿，是为了夫君，为了孩子，为了自己的家，为了心中所爱，相陪到底，随君出征。这个家不能失去柱梁，孩子不能失去父亲，我更不能失去夫君。所以，你一定不能有事。我要陪在你身边，照顾你，要让你平平安安的回来。嘉儿，我明白你的心，有你在身边，体恤照顾固然是好，但是3个孩子年纪还小，他们更需要母亲，所以你在家里替我照顾好老小，让我后顾无忧地拼战沙场，这样才是对我最好的支持。3个孩子有母亲和易叔叔照顾，还有家里的一众婢女和家仆。家里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不用担心。不行，我这个大将军不让，我看谁敢让你入营随军，想都不要想！若沈家不能去，大将军你也不能去。我一心家里，为的不是荣华富贵，不是安安稳稳的当个夫人，我为的是情，是爱，是能够守在你身边，陪伴你，照顾你。如今，我知道你带着伤要上战场，却不能在你身边守护你，无法知道你每日如何熬过身上的伤痛。我只会陷入刀割，食不能安，寝不能寐，与其受此折磨，我还不如陪你一同犯险。我不许！那我只有告诉皇后，让她定夺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夫君去受苦，若不能在你身边照顾你，我只有出此下策。即使你恨死我，怨死我，我也无怨无悔。我就是不能失去夫君，我不能失去你，我不能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嘉儿，嘉儿。上次沈家做了这汤，谁尝过了都说好，所以我学着做了。来尝尝，看有没有沈家做的好。好香甜，比嘉儿做的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还不是因为嘉儿不在，你才夸姐姐。好喝你就多喝一些，尤其这汤里放了些红花，对各种瘀痛内伤颇为有益处。想当年你第一次出征，虽一脸稚气，却亦是英雄威武，神采飞扬。如今虽然成熟沉稳，却也尽显沧桑。戎马10年，饱经历练，从当初羽翼未丰的无名小卒，到如今声名显赫的大将军，当然是沧桑沉稳了。正因此，才能调兵遣将，尽显威仪，统领大军，辗转南北。这些年来，弟弟血拼沙场，旧患未好又添新伤，日月复加。不知会否埋下隐疾？姐姐，或许你心里有话，
很想讲却讲不出来，又或是不想讲，还是踌躇着不知该怎么讲，都不要紧，姐姐都明白。是嘉儿告诉了姐姐。嘉儿只是引起了我的疑惑。她在皇上面前无礼扬声，又不止一次阻止你与去病事件，根本就不像平日的沈家。不过你才是告诉姐姐真相的人。你是我弟弟，你的神色言行又怎会瞒过姐姐？看你最近气色渐差，步履不复刚劲，又滴酒不沾。现在沈家又执意要陪你去出征。姐姐不必忧虑，我虽有旧患，但轻微不碍事。只因大战在即，一切需小心谨慎，所以不斟酒，不比剑，怕有所闪失，影响战事。嘉儿太过紧张，才执意要随军出行，照料我而已。从你首次出征到如今终极一仗，作为皇后，深知为江山百姓，你是不能不打。而你作为大汉的大将军，一个战士，相信你也必须打。但我更知道，你为国为民之外，也是为袁大哥扬名显祖的心愿，更为保姐姐这个皇后安稳无忧。姐姐，姐姐感激你的苦心，但姐姐也希望你知道，什么荣耀、功名、后位，对姐姐来说，都不如你安然无恙来的重要。我会记住姐姐今日所说的一字一句，记住姐姐的关心盼望，奋力而战，也会谨慎而行。姐姐就安心等着我扫平外患，边疆报捷，再次大胜而归吧。好，到天下臣民振衣鼓乐，喜迎工匠凯旋而归时，姐姐要见你，踏着刚劲如昔的步伐回到姐姐身边。弟弟定不负皇上和姐姐所托，决胜大漠，安然而归，建立太平盛世。好，姐姐会在你出征期间，为你绣一件长寿绣袍，佑弟弟如意平安，福泽安康，让你释驾归朝，卸去重担，好好享受你用这半生血汗打下来的太平盛世。好。看不穿翻云覆雨变幻，算不穿光阴的流转，走不遍江中的塞北与江南。诗篇写不完千头万绪纠缠，数不尽百转千回循环，道不尽一生的荣耀与悲欢。有多少能家
将换代，唯有你无可替代。繁华四海，在天地间盛开。慢慢吃，这烧肉是我用蛮渣煮成的，可化瘀行血，有利于你的内伤。啊，你也一起吃吧。我煮的时候已经吃过了。啊，哎，佳儿，歇会儿吧。我不累，能陪在你身边就好。佳儿。成婚多年，多亏有你贴心照顾，料理家务，让府中上下井井有条，3个孩儿茁壮成长。我能后顾无忧地拼战沙场，全因为有你的牺牲和付出。这都是我为人妻子的分内之事。能在夫君身后分忧，是佳儿最大的幸福。佳儿。这么多年来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但无论如何，我想让你知道，我是你可以把秘密、性命都交托的生死至亲的妻子。来，你说过的话，我都记得。我刚嫁你的时候，也没有想过，在你心里要占据一个位置。我当时只觉得，只要能够靠近你，就像不愿接近青天那样，我就很满足了。如今，我能够陪你共赴沙场，看着你调兵遣将的威仪，对我这株小草而言，何其有幸！佳儿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。放心，此行虽然艰险，但是我一定会尽力保护你的。你保护好你自己就好。在我眼里、心里都只有你。若你出事，我必定不能独活。所以，为了我，为了我们的孩子，你一定要平安无恙。我要每天都能像现在这样，靠在你身边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撑下去，因为我心里有佳儿，你永远在我心里。即使在战场上杀敌，你都能陪伴着我。为了你，我就立起备奏。去兵已经领着精兵进了大漠了，我们是不是也快要离开边关，入敌腹地？一部署好，就会出发，穿过前面那片梭梭林，就进入大漠了。梭梭林？对，就是前面荒野的树林，那里不是旱境，到时水源会很难找。这几日，我们要先把水粮储备足。好，那我趁这几日，把你的身子调养好，让你以最好的体魄出征。有劳夫人了。